日本是一个兼具东方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新的国家。2024年有将近3687万人来到这里旅行，但大多数人走的依然是传统观光打卡路线。而这一次，我们决定换一种方式，重新认识日本。我们住进了100年历史的日式老宅，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和真实的物价。从北海道搭邮轮前往东京，在镰仓的街头品尝到了比餐厅还赞的路边美食。我们走进东京大学，在食堂享用了一顿学生餐，还挑战了只有2平米的东京胶囊旅馆。这些体验也许不在大多数游客的行程里，但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日本。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游客路线，那这部影片一定很适合你。好了，那就开始我们的日本之旅吧。3个半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了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所以我们已经感受到一些热烈的氛围了。是在机场就这么好玩吗？感觉像是在个商场。是，咱们要仔细看一看这个新千岁机场。新千岁机场位于北海道的千岁市，是北海道最大的航空枢纽。它由原本以军事用途为主的千岁机场扩建而来。但我们到达的第一印象，完全颠覆了对传统机场的认知。这里不仅是一个机场，更像是一座集美食街、温泉、电影院、主题乐园和展览空间于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刚下飞机就能吃到最道地的北海道美食，这样的旅行开场真的太少见了，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现在我们2个人在Royce 巧克力世界，这是应该是北海道一个非常有名的巧克力的品牌。真没想到在这个机场还有这种巧克力制作的博物馆。这边摆着好多这个巧克力盒子，就是每个时期不同的巧克力盒子。哎，真好看哈！你看这个盒子都特别像是以前那种复古的饼干盒。这种盒子肯定很多人喜欢收藏。Royce 是1983年诞生在北海道的本土巧克力品牌，因为北海道盛产牛奶和马铃薯，所以他们用最地道的食材做出了入口即化的生巧和薯片巧克力。在新千岁机场几乎是人手一盒的伴手礼，不过我们却被旁边用北海道牛乳制作的限定冰淇淋咱们要吃个冰淇淋吗？可以啊。串路的牧场直送新鲜牛肉。对对对，这是这儿的特点。Thank you。哦，还是温热的呢，对吧？软的。是因为是刚做出来的吗？对啊，蛋糕很好吃，就是那种鸡蛋蛋糕的味道。那我也来。甜甜的，你尝一个。哇，特别软，感觉跟吃海绵似的那么软。Can I have an ice cream? Ice cream? Yeah. Which flavor? The sakura? Sakura? Yeah. Okay. Corn or corn? Corn. Corn. Yeah. Okay. What? 400kg and 預かりします。我们刚刚买到了叫什么北海道，说是串路那边的牛乳送过来的，然后做的限定口味的樱花味儿。只这个季节有是吗？对，但是其实我刚刚买完之后才知道，它有2个味道的，就是可以樱花味儿和牛乳味道的，就是混合的。那我先来了。你先来啊。哦，好像有一种。哎，真是花的味道，那个就花的味道，对。我以前吃樱花味儿的东西，从来没吃出过樱花味儿。对，我感觉像是花的味道，它不光是冰激凌，不算太甜，对，然后是奶味儿，对，而且是前面你感觉到是冰沙，然后再吃就是后面的味道，就是那个牛乳的味道上来了，好吃哎。对，然后接着就是有那个花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就吃这种好的牛乳的这种冰激凌，你就不会感觉特别的甜。对，然后整个吃起来不是那种特别软绵绵的那种牛乳，是里面有冰沙的感觉的。哇。肉猪蛋，这个人可以躺进去是吗？啊，这可以下楼吗？可以下楼啊，垂直式吗？你看，不可思议。避难器具，一定是有灾难，比如地震，就直接就下楼了，走了就啊。拉面道场。拉面道场。对，就相当于这里面全是拉面。太震惊了，全是在吃拉面的人。对啊。而且这是不同的家，就有很多家都对对对，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
我们进入了日本的拉面的海洋，没想到是在新千岁的机场。没想到啊，全都是拉面。我们还没有走出机场，就已经被这个氛围完全的震撼了。震撼到了。对。我们俩一直从前面往后走，然后说去哪家呢？就觉得有排队的，觉得肯定好吃，但是又不想排队。是。然后不排队呢，又觉得不太甘心。但是后来发现，这里边每一家其实都在排队。点吧。哎，正好在你身后就是在制作的人们。鸡白汤。是味增味增的拉面，因为说是北海道这边就是大家很常吃这种味增拉面。这个汤感觉油油的，是吧？对，但是一点也不觉得。因为它是豚骨汤。对，豚骨汤，然后上面有一层，好像有一层单独的油，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面是辣的吧，油比较多。这汤也挺好喝的，我要多裹一点辣椒吃。感觉这个面应该是挺筋道的，其实对，有点像那个加粗版的方便面。对，是这种感觉。哇，我都饿了。这个面好有弹性啊！弹性哈，有弹性，而且有韧性，有嚼劲儿。对，虽然它很细，但是它一点都不是那种一咬了之后会面的那种，它是很有弹性的那种面。你还需要加辣椒吗？可以加，一点都不辣，是吧？我们俩分了一碗来吃。还是日本传统拉面的味道。然后我们点的那个辣吧，就这个辣椒还挺经典的，建议多放一点。然后里边就会有一种胡辣的味道。我觉得日本的拉面都应该是这个水平的。我觉得这个面稍微的油了一点。对，稍微油了一点，因为它上面厚一层油。新千岁这个机场太热闹了，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有。我觉得以后可以用这个站作为出站，就是你如果离开日本的话，如果从这里走，就可以在这里面玩很久，吃了很多东西，买很多东西再走。那就这个吧。我们现在已经坐上了机场的 JR 快线。快线，然后这个车特别的古老，感觉。复古，而且座位都是那种棕色的座位，而且是布座椅和皮座椅结合的。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放行李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把行李放在这儿。最前面，因为就感觉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办法，都把行李箱放在自己身边。我感觉这个车有一种昭和风。刚刚买了一瓶水，是北海道的茶，它是那个大麦茶和玉米须的，然后其实里边好像还有什么黑豆、红豆煮的这种。是，其实我还挺爱喝这个的，就是很清爽。但是我一点都不爱喝。是吗？就是喝起来有一种不要喝了。浓浓的煮玉米的味道。煮玉米的味儿。煮玉米剩下的那个水的味道。是。我们刚刚到札幌站，这真的非常的冷啊！没有穿羽绒服的我，瑟瑟发抖。大家还是在乱穿衣啊，有穿裙子的，有穿单衣的，有穿大厚羽绒服的。冷了吧？冷。你还穿棉服了呢，我都没有，我这一个防风服。哇，还是好冷啊！天哪，现在是已经4月了，北海道这么冷啊，巨冷，就重回冬天啊！而且我们这回是一个大的行程，从这儿要去东京，坐轮船去东京。对。然后东京就很暖和了，春暖花开了。然后从东京直飞台北，然后到台中。所以是一个从很冷的地方应该到很热的地方。跨越4季了，属于。我们到酒店了，看这个房间有多小，是我订的特别经济的房型，好像12平吧。12平。从这边一个小小的过道进来。然后你看这个小过道，它还给设计了一个镜子，怎么照？就只能近距离的照一下。是。一进来，这边是一张双人床，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双人床。然后呢，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开着门，可能是为了通风，窗户也开着。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这种换气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还发黄了。
对，可能是有人呼气的时候有二氧化碳。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台，然后还有一个小镜子。我觉得他们就是日本挺奇怪的，就好多床都是对着镜子的这么设计。然后你看他这边办公还对着一个镜子，很奇怪，我觉得。所以说日本有恐怖片呢。对，就是你把电脑放在这儿，然后在这儿办公的时候，你一抬头就看到这面镜子，外面很漂亮。这儿有一个小窗户，小小的窗户，它是可以打开的哦，可以这样打开的。外面正好是公司，你看。对，这个是个冰箱。哎，你看它写的叫冷藏车哦，它还需要自己打开。自己打开。对，有声音。也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它就是关着的。对，那还是关着。它不会为你每个人都打开。对，这个酒店它不提供水给我们。他跟我们说这个浴室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但是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敢喝，因为这个房间太小了，所以我们的行李箱放在这儿就不太好打开。但是真的就是日本的很多酒店都是这么小的。那如果房间大一点的话，就会非常贵了。这个酒店不到$50加税。就我觉得还可以了，因为我们俩就是睡一晚上，第二天就走了嘛。然后你看这床头还有一个像家里用的那种小闹钟。感觉还挺温馨的。对，看这个床的大小还是可以的吧？还行，咱俩没问题。房车，咱俩房车不就这样吗？对，其实就是小型双人床，可能宽度也就1.5米吧。对，这里呢是一个小浴室，真的很像房车啊。是。进来之后呢，这儿是一个马桶，这是一个叫免治马桶，就是你可以冲水的这种。日本应该大多数酒店都是这种吧，包括外面的卫生间也都是这种，然后控制器在这里。可以冲洗哈。对，这个酒店呢，就是也是不提供就是你洗漱用品，如果你要用的话，就要去酒店前台去领。这个是可饮用的水是吗？对，可饮用的水，他说是可饮用的，但是它应该写上哈。对，它自带一个小小的浴缸，也是这种塑料材质的浴缸。就是他们这儿无论是多小，但是都会有一个浴缸让你去晚上泡澡，会非常的放松舒服。你发现了吗？这个日本的这个浴室有点像一体成型似的。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模子，对，置入到里面了。然后整个摸起来就是那种塑料的。对，就是塑料。对，包括地都是，都不是砖儿。对，不是砖，模拟的。刚刚还说他们做的清洁不错的，你就发现有个地方没有清洁。为什么他们总不能把这个马桶好好的清洁干净呢？上回札幌就是在一个酒店厕所，他没清洁干净。对，然后一直在那儿清洁了半天。态度非常好，就是活干得不好。他在这边还设计了一个衣服的挂钩，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你看还有是除菌的这种东西。还有你看底下，下面扫鞋子扫鞋拔子、擦鞋的，对，鞋拔子、拖鞋都有。哎，他给拖鞋我给好评啊。对，是台湾没有拖鞋。对，台湾很多地方都没有拖鞋，又贵又没拖鞋，也有。对，有一些酒店美国的酒店没有拖鞋。美国的是吧？对，那我记错了可能。觉得还不错吧，很暖和，今晚很暖和。那咱们去吃到饱吧。走吧，我都快饿死了。我之前预约了一个吃到饱的海鲜店，然后可以吃海鲜，也可以吃和牛，而且是刚开的，可以吃到就是北海道特有的不同的螃蟹。现在是6点整吧，对面的公司看看下班了。一点不卷啊，感觉。他们公司都开始灯啊，大家都走可能就是他们的习惯。你看这儿有泡的茶，然后还有咖啡，然后还有这些什么棉巾，然后还有这什么棉签儿，这还有这是卸妆油、化妆水，这些都有啊。哎，这也还不错啊。这是什么呀？刮胡子用的那种泡沫吧。这是什么？这是刮胡刀。刮胡刀这是梳子。哎，这些都有哎。那什么都不用带了。我突然发现了，我们刚才从地面上下来准备坐车，原来札幌是这样运行的，它都是地下街。然后大家就很暖和，在下面走。是，然后这里底下人好多都在这穿梭，你看。而且地下街还有一些商店呢。是，其实咱们看到的外面的那个店，都是在底下就能上去。对，其实这一点可能跟加拿大有点像，对，好像说多伦多、温哥华就是这样。因为它太冷了，而且下雪又有冰。日本地铁的这个门其实都是闸口都是开着的，对，那没有那个挡的，哎，挡上了。对，
就是他没刷到，他没刷到就挡挡了。哦，是这样。对，它是反向操作，等于就是你要是正常刷就过了，对，你没刷上就挡。才挡但是你要不刷呢？不刷就挡住你。哦，对啊是吗？对啊，就是你没有遵守规则，我就挡你一下。挡你一下，明白明白。这人好多呀，这个线。OK，我们现在赶上了，算是下班时间。应该是吧，人很多。是人还挺多的。哎，就是这线吧，绿的。应该是吧？是吗？他怎么也不写呀？他也不写，完了，这回咱俩完了。应该是，我觉得是吗？那咱就坐一站呗。皆様、地下鉄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札幌是北海道最大的城市，这里总给我们一种既现代又古典的感觉。在博野这个最繁华的路口，头顶就是巨大的朝日啤酒和尼卡威士忌灯箱广告，街头随处能看到打扮时髦的人们，路边却停着一排四四方方，看起来像是从昭和年代驶来的老式丰田的士。复古小火车缓缓地驶过十字路口，一切看起来既新潮又有点怀旧。我们预定了一家札幌新开业不久的吃到饱餐厅，要先去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札幌真是不错，这个大街小巷啊，全是美食，大店小店，这连地铁里都是古早的店。终于找到了，来说一下这个店的名字，叫 Suzuki no Depart。Suzuki no Depart。Thank you 。好，我们的计时器已经开始了，现在还有89分、88分，哇！快！我这有一只手，我可以帮你拿。已经过去10分钟了吧？啊，79了已经。79了。啊，焦虑啊！焦虑。饮料区。对，这有很多饮料啊，这饮料确实挺多的哈。对，然后这还有这个是日本酒，而且它是冰的，冷藏的。然后这边还有冰淇淋，然后还有一些，你看这也是打冰淇淋的，然后这边还有打的饮料，咖啡啊，可乐什么的。对，这边有很多的酒，你可以自己调。我看怎么打，我还第一次操作这东西，是这样吗？拧吗 ？OK， 行。清酒的味道。我们俩本来是计划好的，是先拿什么后拿什么，但是确实是太乱了。太乱了，而且它这地儿有点小。对，因为所有人全挤在一起，你想走过去的时候，其实你都走不过去。没错。你看，其实它就是把它给剁开了，蒸熟的，然后剁开了放在那儿的。对，黄豆是感觉还可以，挺好吃的。和牛，和牛，其实它肉不错啊。吃一下这个串儿，它虽然是海鲜店，但是我觉得它的肉串倒是穿的挺不错的。这叫毛蟹是吗？对，筷子把里面的肉挑出来吃。啊，在这儿轻一搅，然后你看，小伟，拿了一盒纳豆，这是纯是新鲜啊！天哪！你可以的，再绕一下。哎，真的好吃哎！我怎么吃出苦咖啡味来了？你的嘴总能吃出奇怪的味道，这纳豆吃起来有点像秋葵一样的感觉。这个是花笑蟹吗？我不知道。这个腿儿我感觉这个蟹盘也很奇怪了。我们刚吃了一点，还有45分钟了。如果大家来旅游，这个确实是有点着急，还要自己去剥这个螃蟹壳。如果你剩下的话，它还会罚款的。这个腿儿不算是很粗的吧，感觉很细。哎，抽出了一根很好的。我们现在还有32分钟。OK， 加油！放和牛。非常的紧张了。刚才啤酒的奥秘，它的冰箱里有一个冰杯。然后冰杯打啤酒就不起沫。哇，这杯感觉很好。来，给你，看。我发现我包完之后给你吃很有成就感哦。谢谢。这是他那个饭主食哈。对，放饭了。哎，它响了。哇，这么棒！
这也太好了吧！行吗？简直是真的蟹棒。这已经不能拿了，嗯咱们现在还有10分钟的时间。嗯。还有3分钟。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广告词，吃到饱与时间赛跑。行，因为到最后差10分钟的时候，那啤酒都不能拿了嘛。对。0。对。结束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前面那个时间更重要，就是不让你拿的那个时间。对，不让拿的时间。对，因为你只要不拿了，你就不会再多增加了嘛。对，你还在吃。晚上9点半了，札幌还是很多人，大家还在嗨。今天是我们在又一次日本旅行的第一天，没想到第一天就特别的嗨。对，然后我们刚刚吃完了吃到饱的这个一餐，我们是买了90分钟的，其实最后我们俩花了$151吧，就是1000人民币吧。但是这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去衡量，如果你单点的话，还是这样的话值。如果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他能吃回来就 OK， 对吧？现在我们2个人边吃要边给大家拍，如果没有我们拍呢，大家也看不到这些画面嘛，对吧？对，所以我们俩可能会赶一点。对，就是咱俩不值，我觉得咱俩是不太值的。对。但是如果你只是安安静静的吃，你可以吃很多东西，就是会把它的那些喝的东西也多喝几样。一家人吃一个帝王蟹的话，你可能新鲜的帝王蟹一只就要1000多块钱了。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样子多嘛，然后你还可以吃一点和牛啊什么的烤着吃。我们明天呢一早呢就要去这个小樽，这回不一样的是我们预定了一个就是100多年历史的日本的老房子，体验一下在日本人家生活的感觉。曾经我想过很多次，如果这么好的一个小城市，因为我们经常旅游，你想的更多的是贞子吧？明天你就要见到它了，100多年贞子在那儿都扎根了。这什么东西？知道了，是他们下雪的时候，里面应该会放一些，比如什么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防滑的。对，可能是洒在地上的。我们吃完吃到饱以后，终于又回到了这里，最终还是准备尝一尝这个鲷鱼烧，因为我们是完全被它的这个古早的店铺吸引了。这个鲷鱼烧这个店呢是在地铁里，对，就让我们2个人不可思议的是呢，就是它竟然在地铁里，因为就是很大的烟的味道，对吧？好多满地铁都是烟。是。札幌地铁博野站口的地下通道里，有一对老夫妇经营的日本鲷鱼烧摊。古早的店铺已经被烟熏烤得发黑，散发出一种昭和时代街边小吃的怀旧氛围。鲷鱼烧是以红豆馅为主的日本传统小吃，起源于江户时代流行的金川烧。在深夜的札幌地铁，依然有这么多人排队等着新出锅的鲷鱼烧，可见这是一道连在地人都爱吃的传统美食。你看，其实它做的并不是形状特别好的那种然后甚至上面还有一点点焦焦的，这就是它人工做的嘛。可能是因为那个大叔他的手不太好使，所以可能他做的没有那么的好，那个形状好。对，一直有人在排队，现在都晚上都快11点了，味道可以吗？对，味道可以。什么是鲷鱼烧？就是它外面皮可能是鸡蛋饼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饼，但是里面是那种豆沙馅儿。豆沙馅儿。对，它是因为外形长得是那种鲷鱼的样子。对，你看。我爱吃豆沙馅儿。它不是鲷鱼，但是它是鲷鱼烧。我还以为是烤鱼呢。豆沙有豆豆。豆豆。对。这不是那种纯沙，纯沙一般就是商业沙去啊。今天我们札幌之旅没白来，而且感觉非常的充实。大家如果来札幌玩的话，可以来这个博野站的这个站，对，然后来买一个，支持一下，对。体验札幌的地下街，看有多长，后面大家都在这里走，不同的方向，然后你可以出不同的口，也就是它都能到你想去的地方。下的这个盲人的线你看一直通到尽头。你看直着走有一条主线，如果进左面还有分支呢。对，还有分支。对，看看这边多长啊！反正绝对能保证你一路平坦。大家，这个是带酒精的吧？肯定的。你看这都被人拿没了。哇，可选择的太多了，简直。对啊，都想
每一个都想喝。对，那还来这个吧？是，你看看这可能是饮料还是酒，是酒，是吧？嗯，樱花限定。对，樱花季限定。早。找大家。我们现在在酒店，然后刚才去超市买了几个北海道的，就是它当地的奶，高纤碎是吧？牧场安定剂香料不使用，是生乳是50%。你这咖啡哈，咖啡。然后还买了这个小饭团，阿波尾鸡。什么叫阿波尾鸡？可能是一种鸡。有海苔味儿。这个寿司里面是完整的龟卵，咬起来会在嘴里爆开的那种。哇，酸奶。酸奶。这是酸奶。好喝，就是酸奶。来，咖啡怎么样？对，这就是我感觉这有点像咖啡饮料，是吧？难道我买错了吗？还挺好，是应该买那种纯牛奶。好喝，巧克力咖啡。这是一个书法展，你看这边写着西区、北区，就是好像他们住的区域吧。小三、中一、中三，国际大会，是吧？荣光伟人是吗？哎呦，掉了。来，我也表一个，帮人家贴一个福字。什么痴汉？盗摄重大犯罪。日本的广告总是感觉很搞笑。到小樽站了，现在这儿雪已经都化光了，看起来秃秃的，有点真的像一个小村儿。之前雪没化的时候，估计这边很高的雪的。是，那下这么多雪，人怎么走啊？他们应该会铲的。这个坡很大，是，这坡太高了。我们要住这栋房子了，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烟头。房主给我们开门了啊 ，Thank you。在门廊这儿，我们先换个鞋。哇，在这儿已经闻到木头的香味了。This house was built like over 100 years. 100 years. Oh, nice. I like it. 有一种木头的香气。Smell the wood. Yeah. 就是它是加热的一个桌子，就是你看经常看那个英德小丸子他们家就会大家都坐在里面，然后下面是加热的，特别暖和在里面。You can drink from the tap water. 房东耐心地为我们介绍起这座已经有100年历史的日本老宅，我们也开始期待晚上在这里住究竟会是什么感受。他说要带我俩去他常去的菜市场购买食材，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日本在地的。是因为这个超市呢是下午1点就关门了。南尊市场。南尊市场。市场里满是海鲜、蔬菜、水果，还有一些生活的小杂货。这里和我们在日本常去的超市完全不一样，每家店铺都布置得很朴素，花花绿绿的招牌上的书法也都很好看，丰富杂乱，特别有生活的气息。好多可爱的小细节能看出日本人古板的外表里的天真感。墙上的旧照片告诉我们这里曾经的样子。酱油酱油，对。Thank you. 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就是叫什么南尊是吗？南尊，对，因为我们选的是那个菜单上的第1位的那个咖啡。
北海道是汤咖喱的这个起源地。对，以前经常吃咖喱饭，对吧？但第一次听说汤咖喱，看看是什么。现在我在闻的味道呢，就已经是咖喱的味儿了。对，咖喱味儿。对。但是据说它那个汤咖喱是比咱们以前吃的咖喱要清淡一些，要清淡一些，对，是吧？汤的那种。你看这边已经有很多人在等了。民宿老板说他吃过，不错，他觉得不错。放衣服，然后跟我们说，所有的餐都是扫这个码点，是吧？对。我们要的小米饭原来是这么少啊！对啊，我就说要个中份的吧，它是小份和中份是免费的，大份的就要多收100日元。这个汤是没有那种咖喱的粘稠感的，就是那种有点像比拉面其实还清淡。对对对，咱们以前吃的咖喱都是那种黏黏的哈。可以吗？我要的辣度是5。它这个汤就有点像咱们吃炖牛肉的那种汤，比如说牛肉拉面，就那种感觉那个汤。而且据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香料。看它这一碗，我要的是猪肉的，它给的肉很多，然后还给了一点有青菜，这种甜椒，还有花菜，这还有什么南瓜吧？可能是炸的南瓜。是。很多的青菜，还有哇。我这里边是一个炖的鸡腿，也有这个南瓜、彩椒。你那真不错啊，它这辣度非常重要，一定要选5级辣。对，因为它那个辣度到5级的时候是免费不收费的，对，6级以上就要多收钱了。没想到他又给我们拿了一个这个锅底的底料，因为我想的是就是煮一些鱼啊什么的，然后就有那个肉味就行了。没想到他还给我们拿了一个这个汤料，这是真的是日本北海道本地的。热宝宝了。哇，是这样。然后把它盖在腿是吧？对。哇，哎，真暖和。它这整个是一个包住了。对。然后底下有一电热毯。对。让里头成一个电暖宝的状态。对。然后这可以放点茶呀、吃的，就可以在这玩。这个日本的家庭就是这样，是吗？因为我经常看到樱桃小丸子他们家是这样。盖住。远点儿。远点儿。还不错。感谢房主给的橘子。家的门是这样，之后拉开，它是有一个铅坠，看，我撒手，它自己关。打开门，它放了一个小椅子在这儿，它放了一个摇椅在这儿。哇，这然后那边是对，然后那边是2个普通的椅子，可以坐在那儿喝茶。但是因为这个通道比较细长嘛，可能前面这块就离得比较近。这个门头上还有2幅毛笔字，制热就靠它了。一个小小的机器，倒是还挺暖和的。这个厨房什么都有，这是一个餐桌，然后这边呢有微波炉，还有烤箱。他把他们吃的放在下面了，你看，都放得很好。然后这边它是垃圾分类的，你看有3个垃圾桶，这是一个温度计啊，一个温度计。这边是水龙头，然后这个水呢，这是凉水，这个是热水，但是它们俩都是可以喝的水。然后这边是油烟机。然后这里面还放了点筷子啊、勺什么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料。现在才20多，屋里面。这边是卫生间，你看他给的这些东西，虽然这是一个 Airbnb， 但是它这是酒店的设置啊，牙刷呀、一些棉签啊，这些都很细致。这是一个热水器。这应该是个燃气热水器。对，即热型的。然后这边还有洗衣机。这个卫生间倒是给了一双拖鞋了。它是稍微有点窄的。洗澡间。游泳池的颜色。对，很舒服。这边是什么？外头了。它是有一个浴缸，但是不让用了。看着非常细高的木楼梯，这个楼梯呢，上去之后就是2楼了。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角度。对，确实是。这一走亮。小心点，不要磕脑袋啊。打开哟。看那嘣一下，看这还有一个画儿。辟邪的。
不会吧？哦，也是，真是很日式啊，是这个屋子。非常暖和。啊，这是我们的卧室。咱俩今天晚上就这样啊，就把门这么一关，对，在里面睡觉，就是2个这样的床，它是那种床垫儿，不是那种带床架子的床。嗯对。看到外面，老的收音机，是巨老。这是他自己装的那些东西。卧室这边呢，也是有这种很古老的柜子。这是啥呀？这个法器是吗？这好像是那种点香炉的东西一样。杜石全集，这个书感觉就很老哎。这是什么呀？哇，老的画册啊。东什么呀？完全不认识，还一富士山的。这个画册真的是，好像是那种日本的画画的，对，全是画的这地儿。然后画出来的毛笔画，以前挺棒的哎。这真而且它这个绝啊！纸的质感都很好，就是对，可以收藏的这种。你看这个街道，这个柜子也上了锁，它这个锁都是这种老锁，感觉是铜的那种。有时候脚会疼一下。对，毕竟它是木头的。第一次体验在日本人的家里面生活，度过一天。对，今天呢，我们要在外面很寒冷的这个小樽啊，做一个黑毛和牛火锅，加上鱼火锅。南山，男人的山，男人的山。哇哦！饱了。先蘸个酱油尝尝。开吃啊！现在汁儿调好了，超大块和牛。行吗？和牛就是好。真好吃。来吧，太大了，太大了，一口吃不下去。特别好吃。而且这北海道这豆腐也是既嫩又韧。对，怎么样？这个鳕鱼今天是大成功哈！啊，对，白菜行了吗？可以。这白菜真有白菜味儿。来，喝一口。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厅，是，它地板上都是这种席子。我现在手里有3个遥控器，这遥控器呢是我在哪个屋，我才能遥控哪个屋的电灯。也就是说，我无论按哪个遥控器，我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它就是这个灯。然后你要去控制那个，就是同一个遥控器去那儿控制。对，然后但是我到这边了，我就是控制那个了。明白了，那这个调度人啊，这个。也就是说，这2个遥控器最好是放在2个屋子里面。全都洗完脸了，素倍儿素。小雨，你觉得第一次在日本的房子里睡什么感觉？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入睡阶段，其实我心里的恐惧还没有消失。因为这个格局确实对咱们来说太陌生了。对，而且就是太像这电影里面的这种。这就别说了啊！但是我这屋子太大了，对，太大了。太大了。对于2个人来说，就是上下楼嘛。是。它其实这个房子最多容纳10个人的。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可以2张床，这边还可以放，然后外面还可以放床。是。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来聚会的话，其实这种房子还挺合适的，比较推荐。要是像我们这种2个人，就觉得人太少了，其实还是觉得这屋子里热闹一点比较好。对，到处都是人比较好。不过这个房东是住在我们住的这个旁边的，对，你住在这个房子里，房东呢就会带着你去各种地方，是，就是你可以让他帮你，比如说带着你送你的行李啊，把你送到车站呀，或者是你可以问问他附近有什么吃的可买呀，或者推荐什么店呀，或者以他的经验来说，他习惯去哪里。比如今天咱俩的火锅要没有他带，咱们买这些食材就去不了了，因为他那个菜市场是下午1点就关门了，如果咱俩再走过去的话就关门。Google Map 上写的是下午6点关门，然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是当地人嘛，他知道那些鱼商可能1点的时候就关了，包括在小樽的中央市场，然后他告诉我说，那个是很多游客会去的，他不会去。所以说，一般你在网上能查到的信息，也大概率是游客的旅游点了都。对，所以说你借助这种可以租民宿啊，就可以跟日本人当地的人聊一聊，借取他的经验。晚安吧，大家。下集影片我们将回到札幌，在那里我们走进了北海道的平价超市，亲身了解了日本当前真实的物价水平。傍晚我们搭乘咸阳花号邮轮启程前往东京，这是我们此行最期待的一段旅程。如果你也好奇从北海道坐邮轮到东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